我以为我是最穷的，没想到有的人比我还穷。最起码我是一个人睡一张床，那有的人2个人睡一张床，还一男一女，那得穷成啥样了？哎呦我的妈！知らぬ同士が寄せて心も焦がらしている。信不信高手在民间？对，单位的路由器坏了，有人呢就在小黑板上写道：路由器坏了。不一会儿，下边多了一行字儿，找欧阳修。一会儿又看到欧阳要是修不好，就找王之涣。不一会儿又有人写王之涣不了，就找蔡元培。最后保洁阿姨说，蔡元要是没钱赔啊，就找许家印，要多少印多少，厉不厉害？你为什么不给我送早餐了？那你都处对象了，我要给你送啥呀？那你不会给我们俩一起送吗？你听听，你说这是人话吗？行，不送行，咱俩以后别联系了。哎，那你对象也吃韭菜盒子呀？你再给我加个豆腐脑。我把我的梦想就卖了3两3。大家都是姐妹，我怀疑我老公出轨，要是你们其中一个呢，你们就自觉站起来，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上！坐，多坐下。聊下一个话题。哈哈哈，低调，全款拿下了，觉得没有分期的必要了，家里又不是没有这个条件，关键是它是全景天窗的，哈哈，完美。哎呦我的妈！为什么老婆一定要听老公的话？好处特别多，听完了再划走。我总结了3点，你要认真听好。第一，你听老公的话，2口子就能少吵很多架，因为男人比较理性，看事情不会情绪化，特别是面对大事儿，更容易做出正确的决定。如果你非要像一头倔驴一样，天天跟他唱反调，瞎吵架，只会让外人看笑话。对。第二，你越听老公的话，老公就会越听话，因为男人都是吃软不吃硬，你总是跟他对着干，多伤他自尊呀！你让他怎么在外边拼事业？相反，如果你愿意放下架子，用温柔去融化他，那么他把心掏给你都行。对。第三，他管你是因为他爱你，他不让你晚上出去玩，不让你穿太暴露的衣服，因为只有他知道外边的水有多深，外面的人有多坏。他不让你跟别人瞎聊，不让你轻易的接受别人的示好，是因为他知道对方不安好心。所以你能不能听点话，长点心啊？咱俩都离婚这么长时间了，好不容易又重新在一起了，我一提彩礼你就急，那不是，那谁家复婚还要彩礼啊？我要的是彩礼吗？我要的是你的一个态度呀。再说了，你再重新去找谁，你不得给人彩礼呀？那不一样。咋不一样呀？你见过谁家热剩菜还放油啊？哎呦我的妈！昨天警察在酒店门口抓酒驾，一个也没抓着，马上就要收工了，看见一个人从酒店里晃晃悠悠的出来了，然后打开驾驶门就上车了，肯定是没少喝。12个警察齐刷刷的盯着他，10分钟后车子启动了，刚拐到马路上，12个人犹如天将般包围了这辆车，3下5除2就把驾驶人揪出来了，一测酒精竟然没有喝。警察就问他，没喝酒怎么晃成这样？驾驶人说，当年我是侦察兵，晚上是战友聚会，连长交代的任务是掩护战友们撤退。看到一个网友投稿对联，你单身我单身，不如咱俩去结婚，求下联。我打开评论区看了一下，评论区里真是藏龙卧虎，有网友写了，又要车又要房，想想还是单身强。紧接着又有网友写，没有车没有房，拿啥搞定丈母娘？还有一个网友写了，你很好我不配，掌声有请下一位。又有一位网友写，你有情我无意，一看咱俩就没戏。接下来来了一个更狠的，想结婚想拜堂，又怕变成武大郎。有一个女孩大腿内侧长了一个疙瘩，就去了一家有名的医院看，
这个医院的专家说是个肿瘤，良性的，需要手术，费用3万多。但女孩没有那么多钱，就又去了一家3甲医院，专家也说是肿瘤手术，费用1万多。女孩心生疑虑，又去了一家普通的医院看，这家医院也说是肿瘤，手术费用3000。女孩心想，我再跑家医院看看。对，这次她找的是一位年轻的实习的医生。实习的医生看后说道，你这是血栓肿块，用盐水热敷后喷点药膏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医生给她开了一支涂抹药膏。就这样，这个女孩只花了10块钱就治好了这些专家们说的所谓的肿瘤。你们知道啥东西从古至今都没涨过价吗？男人不但没涨，还贬值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一个好东西。但是没有这个东西还不行啊！我的儿，女儿的颜值由谁来决定呀？从生物学角度来看，女儿的颜值高低是多由爸爸来决定的。首先，爸爸对女儿肤色的影响高达80%。第二是鼻子，女儿的鼻子有一大半的几率会遗传自爸爸。第三是眼睛，爸爸如果是大眼睛、双眼皮，那么女儿的眼睛也会特别漂亮。最后呢，女儿的性格一般会遗传爸爸，所以很多爸爸看到女儿就仿佛看到了缩小版的自己。你家的女儿是这样吗？怎么判断两个人是不是夫妻？吃饭的时候呢，如果这个女的结账，那肯定是夫妻；男的结账呢，他就不一定是夫妻。如果这个男的和女的手牵着手走路有说有笑的话，他不一定是夫妻。那个一前一后，男的快走一步还回头使劲催促这个女的哈，那肯定是夫妻。超市里面买东西，如果女的仔细选东西，男的东张西望，时不时的敷衍回复一下哈，那是真夫妻。如果这个男的拿起东西哈，不停的询问女生的意见哈，那不一定是夫妻。那个商场买衣服的时候更好辨认了哈，在等待区坐着的像个大爷一样的，那肯定是夫妻，其他的话一定不是夫妻。但是当你身边最远能够陪在你身边的哈，那你一定是真爱。有一个员外纳妾，他跟夫人商量说，如果我晚上喝红酒的话就跟妾住，如果喝白酒的话就跟夫人住。这个夫人同意了。第一天晚上，员外说，这刚买的红酒我得尝尝鲜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员外又说了，昨天晚上的红酒不错，我还得再喝一口。到了第三天晚上，这个员外又说了，书上说呀，常喝红酒能够延年益寿，看来呀，我还得喝红酒。夫人一听，火冒三丈，大声吼道，喝红酒，喝红酒，天天就知道喝红酒，再喝红酒，我明天就拿你的白酒去招待客人去。哎呦我的妈！发现没？办公室挂的字画和老板的人品是相反的。挂天道酬勤，那老板能把人支持的脚不沾地儿；挂上善若水，心比谁都狠。写难得糊涂，那家伙鬼精鬼精的。宁静致远，脾气沾火就着。挂着舍得，那抠门都能抠出你的大粪来。诚信赢天下，奸诈老油条，爱拼才会赢，胆小如鼠。大道至简，规矩比谁都多。挂着格局，数他自己最没格局。忍比谁都凶狠，挂着精气神儿，那家伙颓废的。厚德载物，数他最缺德，缺德带冒烟儿。只有挂春时验孕的老板才是真性情。完蛋了，啥也不是。